西元208年，一个冬天的夜晚，长江赤壁的江面上燃起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大火。那一夜，江北停泊着一支号称80万人的庞大舰队，是当时天下最强的军阀曹操准备一举踏平江东、统一全国的本钱。为了让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兵站得稳，他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，把所有的战船用铁索一艘一艘锁在一起，连成一片，稳如平地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正中了对岸孙权、刘备联军的下怀。趁着一夜突起的东南风，几十艘装满浅草、浇透油膏的小船点起熊熊大火，顺着风，顺着水，直直撞进那片用铁索锁死、根本无法散开的舰队。一瞬间，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整条长江被烧成一片通红，火光冲天，照亮了半边夜空。号称80万的大军就在这一把火里灰飞烟灭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役——赤壁之战。一把火烧出了往后几十年天下三分的格局。而把这场大火连同整整100年的乱世英雄写成一部荡气回肠故事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部书《三国演义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从这把火开始，走完这段最热血也最令人唏嘘的乱世传奇。在正式开讲之前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。《三国演义》全名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，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。请特别记住一个关键词：演义。所谓演义，就是章回小说，是说书人、小说家根据历史演出来，加工渲染的故事。它是文学，不是正史。真正记载这段历史的官方史书，是晋朝陈寿写的《三国志》。这两者差别有多大？清代有位学者张学成给《三国演义》下过一句非常精准的评语，叫7实3虚。7分是真实的历史大事，3分是虚构的艺术加工。也就是说，黄巾之乱、董卓乱政、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天下三分、蜀汉北伐，这些大事的骨架，史书上都真有其事。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桃园结义、草船借箭、借东风、空城计这些最精彩、最深入人心的桥段，很多其实是罗贯中演出来的，正史里并没有，或者跟小说写的大不相同。所以今天这趟旅程，我们是去读一部伟大的小说，去看罗贯中如何把一段真实的乱世加工成一部有血有肉、中间分明的英雄史诗。你不必把每个情节都当成真实发生过的历史，但你一定会被这些被演绎过的人物与故事深深打动。罗贯中为这部书定下了一个苍凉的基调。书还没有开讲，卷首先以了一阙词，是明代杨慎的《临江仙》，第一句就是千古名句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滚滚的长江水日夜不停地向东奔流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，就像浪花一样，一个接一个被冲刷得无影无踪。带着这句话，我们翻开第一页。《三国演义》的全书第一句话，就是一句响彻千古的断语：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和久必分。天底下的大局，分裂久了一定会走向统一，统一久了又一定会重新分裂。短短12个字，就把这部书乃至整部中国史的循环说尽了。故事就从一个和久必分的时代开始。东汉末年，朝政腐败，天灾连年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终于爆发了席卷天下的黄巾之乱。烽火遍地，朝廷下令各地招兵买马，平定叛乱。这一道命令，把无数草莽英雄推上了历史的舞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涿郡的一张招兵榜文前，3个日后将名垂青史的人第一次相遇了。一个是卖草鞋出身却自称汉室宗亲、胸怀大志的刘备，一个是因杀人逃难、红脸长须、义气干云的关羽，还有一个是卖肉杀猪、身恶俱雷、性烈如火的张飞。3个人一见如故，志同道合，决定结为生死兄弟。于是有了《三国演义》里最动人的一幕——桃园结义。在一片盛开的桃花林中，3人备下乌牛白马，焚香对天盟誓。他们发愿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对上
报效国家朝廷，对下安顿天下苍生。然后立下了那句感动无数后人的誓言：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不求同一天出生，但求同一天死去。从这一刻起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生死与共，再不分离。我得诚实的再提醒你一次，桃园三结义正是73虚里那个虚的代表。正史《三国志》只说他们三人情同兄弟，寝则同床，并没有真的在桃园结拜。但罗贯中这时来一笔，把义这个字立成了整部《三国演义》的灵魂，往后100年的刀光剑影，说到底都在反复叩问同一个字：义。结义之后，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，反而坠入了更深的黑暗。黄巾之乱刚被平定，朝廷内部又起大祸。一个西凉来的军阀董卓，趁乱带兵进京，废立皇帝，把持朝政，残暴到了极点。他纵兵烧杀掳掠，甚至一把火烧了当时的东都洛阳，那座繁华的千年古都，在烈焰中化为焦土，百万百姓被迫迁徙，哭声震天。董卓的暴行彻底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，于是18路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，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，浩浩荡荡杀向京城。可董卓帐下有1员万人莫敌的猛将吕布，手持方天画戟，胯下赤兔宝马，号称三国第一勇士，联军接连几员大将都死在他戟下，一时间竟无人能挡。就在联军士气低落之际，虎牢关前上演了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大战——三英战吕布。先是张飞挺着丈八蛇矛飞马杀出，与吕布大战50多回合不分胜负。关羽舞起青龙偃月刀加攻上去，最后连刘备也拍马抡剑助阵，刘、关、张三兄弟围着吕布一人车轮般厮杀，3个打1个，这才堪堪逼退了这位天下无敌的猛将。这一战，桃园三兄弟一战成名，从此天下英雄再不敢小看这3个出身草莽的人。你会发现，这就是乱世，他一面是地狱，逼出董卓这样的豺狼，把好端端的盛世烧成废墟；他一面又是舞台，逼出刘关张这样的英雄，让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有机会凭着一身胆气与义气，在史册上留下姓名。光有义气和勇猛，成不了大业。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刘备始终颠沛流离，没有立足之地。他缺的是一个能替他运筹帷幄、规划天下的顶级谋士。于是有了《三国演义》里最为人称颂的一段佳话——三顾茅庐。刘备听说隆中卧着一位旷世奇才，人称卧龙的诸葛亮，便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年纪，亲自带着关羽、张飞3次前往那座简陋的草庐去拜访。前2次都扑了空，连性子最急的张飞都气得想放火。可刘备毫不气馁，第3次甚至在风雪交加的寒冬里，恭恭敬敬地站在草庐外，等候这位还在午睡的年轻人醒来。这一份求贤若渴、放下身段的诚意，终于打动了诸葛亮。在那座草庐之中，这位20多岁、躬耕罗亩的年轻人，为刘备上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战略分析，史称隆中对。他摊开天下大势，冷静地告诉刘备，曹操已占据北方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可与他正面争锋。孙权盘踞江东，根基深厚，只能联合，不能图谋。而真正属于将军你的机会，是西边的荆州和益州，先取这2块地盘站稳脚跟，再联合孙权对抗曹操，形成3分天下之势，最后等待时机，兴复汉室。刘备听得如梦初醒，茅塞顿开。一个流亡了大半生、屡战屡败的人，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蓝图。从此他对诸葛亮言听计从，如鱼得水。一个求贤若渴的领袖，配上一个惊天伟地的谋士，三国后半段那盘波澜壮阔的大旗，从这座风雪中的草庐，正是落子。秦孔明出山之后，刘备的处境并没有立刻好转。曹操率大军南下，刘备兵为将寡，只能带着追随他的10几万百姓一路南逃。就在当阳长坂坡，曹操的虎豹齐追上来了。一场惨烈的混战中，刘备兵败如山倒，妻儿老小全都失散在乱军之中。
就在这生死关头，《三国演义》塑造了一个忠勇的传奇。刘备手下的大将赵云、赵子龙发现主公的夫人和年幼的儿子阿斗不见了，二话不说，独自一人一骑，反身冲进了曹操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，去寻找他们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千军万马，刀枪如林，一个白袍小将怀里护着一个小小的婴孩，在无边无际的敌阵里左冲右突，舍命厮杀。为了护住怀中的幼主，他在百万军中七进七出，枪挑剑砍，浑身浴血，竟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。连在高处观战的曹操都被这份勇猛震慑，舍不得杀他，下令只许活捉。最后，赵云怀抱幼主，毫发无伤地杀回自家阵营。而长板桥头，张飞横矛立马，一声怒吼，竟把追兵下的人仰马翻，替赵云断后。赵云长板坡单骑救主，成了千古传颂的忠勇典范。在那个人人都可能背叛、人人都在算计的乱世里，这样一份我答应了要护你周全，就拿命去换的纯粹忠义，才显得格外珍贵、格外耀眼。这也正是《三国演义》最想歌颂的东西。现在，我们终于要回到开头那把火——赤壁之战。这是全书的最高潮，也是诸葛亮智慧的巅峰演出。罗贯中为这场大战连写了3段神乎其技的好戏。第一幕，草船借箭。当时孙刘联军缺箭，东吴大都督周瑜心生嫉妒，故意刁难诸葛亮，限他10天造出10万支箭，否则军法处置。谁知诸葛亮立下军令状，只要3天。到了第3天凌晨，他算准江上会起大雾，便下令把20条饱满稻草人的小船开向曹营，擂鼓呐喊。曹操在雾中看不清虚实，怕有埋伏，只敢下令万箭齐发。一支支箭密密麻麻射来，全插在稻草和船舷上。等雾一散，20条船载着10几万支箭满载而归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，连敌人的箭都能借来为自己所用。第二幕，借东风。火攻的计策定下了，可眼下偏偏是冬天，江上只有西北风，这风要是放火，反倒会烧到自己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于是诸葛亮在南屏山筑起一座七星坛，沐浴更衣，登坛做法，向天借来了3天3夜的东南风。当然，这是小说的渲染，真实的诸葛亮恐怕是精通天文，算准了节气会短暂转风。但罗贯中这一笔，把他写成了一个能呼风唤雨、近乎神人的存在。第3幕，火烧连环船。东风一起，东吴老将黄盖炸将率领一队装满甘草油膏的快船，借着风势直扑曹营。就像我们开头看到的那样，曹操为防晕船，把战船用铁索连成一片，这下全成了烧不散、逃不掉的火把。火借风势，瞬间蔓延，把那支号称80万的无敌舰队烧成了一片火海。曹操大败，狼狈北逃，从此再也无力南下。草船借箭、借东风、火烧连环船，这3幕一气呵成，把诸葛亮的智慧写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我再提醒一次，草船借箭、借东风这些精彩绝伦的情节，史书上其实并没有，是罗贯中演绎出来的。但正因为写得太精彩、太深入人心，诸葛亮这个智绝的形象早已超越了真实的历史，成了华人世界里智慧2字的化身。说完了智，我们的回头说说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另一个字义。而把这个字扛在肩上的，是那位红脸长须的关羽，关云长。故事要倒回赤壁之前，刘备曾在一场大败中与兄弟们失散，关羽为了保护2位嫂嫂，不得已暂时投降了曹操。曹操极爱关羽这员虎将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又是赐金，又是送赤兔马，用尽一切办法想说服他。可关羽心里始终只认刘备一个大哥。一旦打听到刘备的下落，他立刻封还曹操所有的赏赐，挂印封金，护着2位嫂嫂，毅然北上寻凶。一路上，沿途关爱的守将不肯放行，于是有了《三国演义》里荡气回肠的过五关斩六将，
关羽一人一骑一刀，护着扫扫的车仗，连过5道关口，接连斩杀6员拦路的大将，千里走单骑，只为回到大哥身边。这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，千百年来让无数人动容。而最能见关羽风骨的，是赤壁之后的华容道义士曹操。当时曹操兵败，仓皇逃命，偏偏在华容道这条泥泞小路上，撞见了奉命在此埋伏的关羽。论功，杀了曹操就是天大的功劳；可论私，当年曹操对他的恩义，此刻又涌上心头。关羽挣扎良久，终究念及旧恩，长叹一声，放走了这个天下第一的劲敌。为了一个义字，他宁可放走大敌，回去领罪。也正因如此，关羽从一员武将，被后世一步步推上神坛，成了华人世界家家户户供奉的关公武圣。他守护的，从来不只是江山，而是人心里那杆义的秤。赤壁那一把火，烧到的不只是曹操的舰队，更烧出了一个全新的天下格局，3分天下。赤壁战后，曹操元气大伤，退守北方，但他依旧是3方里最强的一家，牢牢掌握着中原与朝廷，奠定了日后魏国的基业。孙权则趁势巩固了长江以南的江东6郡，坐稳了吴国的半壁江山。而最大的赢家是一直寄人篱下的刘备，他借着这场大胜，终于照着诸葛亮隆中对的蓝图，先的荆州，再夺益州，在西边的巴蜀之地扎下了根，建立起蜀汉政权。至此，曹操的魏、孙权的吴、刘备的蜀，3家鼎足而立，谁也吞不掉谁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一个流亡半生、卖草鞋出身的刘备，从一无所有到坐拥一方，与当时2大霸主平起平坐，靠的正是那份不肯认输的坚持，加上桃园的义、隆中的志。3分天下是整部《三国演义》的骨架，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。3股势力各有雄主，各有谋臣猛将，彼此联合又彼此攻伐，合纵连横，尔虞我诈。这盘棋下了几十年，无数英雄在其中登场谢幕。而支撑其蜀汉这一角的，是那位鞠躬尽瘁的丞相诸葛亮。接下来的故事属于他。刘备称帝没有几年，便为了替关羽报仇，倾全国之力伐吴，结果在夷陵惨败，悲愤交加，病逝在白帝城。临终前，他把整个国家，把年幼无能的儿子刘禅，全都托付给了诸葛亮。从此，心腹汉室的千斤重担压在了诸葛亮一个人的肩上。为了北伐曹魏，诸葛亮必须先安定后方。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屡屡作乱，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。他用的不是屠刀，而是攻心，7次升起孟获，又7次放他回去，直到第7次，孟获心服口服，痛哭流涕，发誓永不再反。这就是7行7纵。诸葛亮明白，真正的安定不是靠杀戮，而是靠收服人心。后方稳固，诸葛亮终于挥师北上，六出祁山，讨伐曹魏。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那场惊险万分的空城计。当时司马懿率15万大军屠至，城中却几乎没有守兵。危急之下，诸葛亮索性大开城门，自己带着2个小童，悠然坐在城楼上焚香抚琴，神色自若。多疑的司马懿赶到城下，见此情景，反倒疑心城中有埋伏，竟吓得连忙撤兵。一座空城，一张琴，凭着一身胆识与算计，竟逼退了15万大军。这同样是小说的精彩虚构，正史并无此事。可是天不假年，诸葛亮为了完成刘备心腹汉室的遗愿，一次又一次北伐，事必躬亲，心力交瘁。他在给后主的《后出师表》里写下了那句感动千古的誓言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会像一头低头拉车的老牛，竭尽全力，奉献到底，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为止。明知心腹汉室希望渺茫，明知这条路艰难无比，他却依然选择把自己整个人都燃烧在这个注定难成的理想里。西元234年，秋风萧瑟的五丈原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终于病倒在最后一次北伐的军营里。那一夜，一颗巨大的江心
拖着长长的红光从天际划过，坠落在他的营帐前。这位用尽一生智慧为理想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丞相，终究没有能等到心腹汉室的那一天，溘然长逝，年仅54岁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他出兵还没有成功，人就先走了，只留下漫天秋风和一个再也无人能完成的梦。星落五丈原，这一幕成了整部《三国演义》里最令人扼腕、最催人泪下的悲剧。诸葛亮一走，蜀汉失去了顶梁柱，三国的故事也走向尾声。又过了几十年，魏、蜀、吴先后覆灭，天下最终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统一。《三国演义》在结尾又回到了开篇的那句话：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，这就是历史，谁也逃不出这个循环。书的最后一句感慨是：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，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三分天下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大梦，留给后人的只剩下站在历史遗迹前几句徒劳的凭吊与感叹。读完这100年的兴亡，我最想跟你分享的一课是：《三国演义》表面上写的是权谋，是征战，是谁胜谁负，可它真正打斗我们的，从来不是输赢，而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。刘备屡败屡战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关羽义薄云天，赵云忠勇无双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赢家，蜀汉甚至最先灭亡。可千百年后，我们记住的、感动的，偏偏是这群失败者，因为他们让我们看见，一个人活着，比起成功，更难得的是那份对信念、对情谊的坚持。成败转头就空，可这份精神却像那滚滚长江，淘不尽，流不完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从赤壁的一把火开始，走过桃园结义、三英战吕布、三顾茅庐、长坂坡、赤壁三部曲，过五关、华容道、三分天下、七擒孟获、空城计，最后在五丈原的秋风里送别了那颗陨落的将心。再次提醒你，《三国演义》是罗贯中的章回演义小说，不是正史73虚，请带着欣赏文学的眼光去读它。如果这趟乱世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庙堂的权谋走进江湖的快意，读《水浒传》，看108条好汉如何被逼上梁山。最后，就用《三国演义》卷首纳阙，临江仙跟你道别吧。他说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是非成败转眼成空，只有青山还在，看惯了一次又一次的夕阳。他又说：白发于桥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千百年的兴亡风云，到头来不过是江边白发渔夫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一阵秋月春风。所以词的最后说：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古往今来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，最后都化作了老友相逢时一壶浊酒，几句笑谈。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留给我们最后的余味。留言区告诉我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、曹操这么多三国人物里，你最欣赏、最心疼的是哪一个？我们下集见。